Hello， 大家好，我是伟全，欢迎回来我频道。那在经历过了冲太岁的一年过后啊，属猪的朋友在这个马年呢，又会迎来如何的运势呢？这个视频啊，我们就一起来了解2026丙午年属猪的总体运势吧。首先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属猪的朋友有的一个吉星啊是月德。那这个月德啊，代表的是你过去所累积的一些可能福报，你付出的一些贡献，你跟别人的人情啊，在今年呢都会回到你自己的身上。属猪的啊，在去年呢虽然过得比较辛苦啊，但是今年呢会是蛮舒服、蛮不错的一个年份。这个月德啊，就好像你经历了一段痛苦的一年过后，老天啊所给你的一个奖励啦。那除了月德啊，属猪的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跟自己的福报很有关系的吉星，就是五福。五福呢，代表的是你在今年呢会有蛮多的机会去开拓更多的收入。它就好像网络上啊很常会提及的多重收入 multiple income stream。如果你在今年呢有打算啊要开始自己的一些副业小生意，那你在今年呢就是非常好去开始啦。第三个吉星是玉堂，玉堂代表的是你手头上所拥有的东西啊会得到价值的提升啦。那这个吉星要被你启动的话，前提当然是你需要拥有一些东西，对吧？那这个你所拥有的东西啊，不一定呢只是资产或者实质的财务上的东西，它也可以代表的是你所创造的产品，你所提供的服务，或者呢你自己本身所自带的一些能力还有技能啊，在今年呢都会因为这个玉堂吉星的加持下，得到一种价值上面的提升啊。它代表的是啊，别人看到你的这个能力呢，之前啊可能别人只是给你100块，但是呢现在啊别人会认为你这个技能呢值500块甚至1000块都有可能。所以呢，在这3个吉星这样子互相结合影响下，我会认为呢，属猪的在今年非常非常好去开始打造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生意，属于你自己的一个产品或者服务，因为它代表的是你过去累积的一些福报，你累积的一些人情呢，可以给到你帮助去开始产生更多的收入，而且你所做的所有事情啊，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总体价值的提升啦。那在除了这3个吉星以外啊，那属猪的还有第4个吉星啊，是我们的天意贵人啦。那这个贵人呢，它是一个通用性的一种贵人，它通常呢会在你需要的时候，你危难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来给你帮助啦。所以呢，在今年啊，我会说属猪的是蛮不错的一个生肖啦。Hello， 大家好，我们1年1度的启动工作坊又回来啦。那今年呢，会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年啊，因为我们呢是火马年。那在这个火的能量啊非常非常强烈的一年里面呢，到底又会迎来如何的一个运势？那我们在这个工作坊啊，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整年啊，我们的一个运势会是如何？那我们要怎么通过八字、风水还有奇门的方式呢，来最大化我们今年呢可以带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同时呢，我们也要避开啊，我们这一年呢可能会引爆的一些问题啊。那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呢？那记得就要来我的工作坊，我会一一跟大家来分析啦。那我们活动报名的详情呢，可以在我这个荧幕上的这个 QR code 或者呢那个连接都可以直接报名。那时间呢是我们2026年的1月10号还有11号，时间是早上的11点到1点。
那非常期待呢，可以在这个工作坊见到各位啦。那我们线上见。至于凶星的话，也是非常的有趣啊，因为呢，这3个凶星呢，都跟破财或者呢耗损有很大的关系。那大家可以看到呢，有劫煞、小耗，还有死符。那这3个呢，它的一种特质啊，代表的都是你会因为一些错误的决定，或者呢遇到一些不对的人，或者发生一些意外啊，而导致会有钱财，或者呢你个人本身能量的一种耗损啊。那我个人会认为呢，劫煞的话会代表更多是因为别人而导致的一种破财，所以可能是有一些小人啊，你跟别人发生了一些碰撞啊。因为这个劫煞以前呢会代表的是一种进贼被打抢的凶星啦。那但是我不想要吓大家，对吧？那我呢就会把它视为啊是跟别人有关系的一种破财方式。那小耗呢，更多是你自己啊本身的消费习惯，或者呢你本身的一种内耗，你想呢花更多的钱来满足自己的一些欲望，所以呢在今年呢，代表的是你放纵自己一点点啊，而导致的小小的耗损啦。那至于死符呢，是别人有针对性的，他觉得呢你做了一些事情不对，或者呢不符合他们的要求，所以呢他们就来针对你，而导致的一些破财啦。那至于猪的，在今年呢跟我们的太岁啊其实也是有互动关系的，我们称它为暗合。那这个暗合啊，代表的是在今年呢可能会有蛮多人在暗中或者无条件的去帮助你。那这个帮助呢，它不一定啊是帮助你解决问题。那这个暗合啊，它代表的更多是一种给予，它可能是金钱上、财务上，甚至啊身体上的一种给予啊。所以呢，在今年呢，属猪的你们要比较留意的是，你是否要去接受别人给你的这些好意，给你的一些金钱还有机会啦。所以我们结合这些吉星还有凶星来看的话，属猪的在今年呢，我会说是非常非常好去打造一个全新的价值渠道。什么是价值渠道呢？就是说啊，你个人本身可以创造或者提供的一个价值啊，给其他人，然后呢来换取更多的一些回酬。那通常呢就是金钱的一种回酬啦。那可能呢我们本身啊只是做一份工作，在一个生意的领域里面，但是呢我们在今年啊属猪的就可以去思考或者去尝试开拓一个新的渠道，来增加自己金钱上的收入啦。那第二点呢，是属猪的朋友，因为你们今年有的这些吉星呢，都是跟自身的价值提升很有关系，所以呢，你们在今年呢，很有可能会自我感觉良好，你觉得呢自己是最幸运的，或者最有价值的，在这个场合里面我是最贵的那一个人，你呀就会为所欲为，没有更好的去考虑你手头上的资源或者金钱呢要花在什么地方啦。那大家不要忘记，你们有的3个凶星啊都跟破财呢比较有关系的，所以呢你很有可能你破财的机会呢就是因为你太过自我感觉良好，你随意的挥霍浪费而导致的。那第3点呢是跟我们的暗合啊比较有关系的，你呢要去考虑啊什么机会，或者呢别人给予你什么东西啊是你要接受的。我们的华人的传统啊，有时候是很害怕去接受别人的帮助，去接受别人的一些好意，因为我们背后呢都会感觉他是否啊有一个暗地里的一个目的啊。但是呢，如果你在今年啊，你有意识到这个情况的话，你呢要设定好一些界限啊，就好像
如果别人先给你钱，帮助你发展你的生意，或者纯粹就想给你钱的话，你第一件事当然说好啊，只要是你了解它背后呢没有太多一些强硬的条件，或者呢附带的一些条件的话，我们都会说好啊，你先给我，我先接收，我非常开心，非常安然的接受你给我的好意。但是呢，你也要懂得去保护好自己的界限，不要呢好像因为受了别人的好意然后你就过度的去要回报对方啦。因为这个暗合呢，有时候会产生这样子的问题啦，所以你要懂得画那个界限在哪里，不要呢去任意的答应一些你本身呢做不到，或者呢会让自己陷入委屈的一些情况啦。属猪的在今年你们要做的，记得只是一件事情，就是呢你要把钱还有精力花在对的地方上。你们今年无论是在金钱在精神上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那你们要做的只是把它们用在对的地方啦，不要做一个随意浪费的动作。那接下来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其实每一个人的八字不是只有一个生肖，而是有4个生肖。那这个的缘由是来自于我们的八字呢有年月日时。那你会点击这个视频因为你是属猪的，你在猪年出生的，对吧？但是呢，我们在导出八字命盘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还有月的生肖、日的生肖，还有时的生肖啦。那这个呢，你要懂的话，你需要先排出自己的八字命盘。那网络上呢，已经有很多免费的资源去导出自己的一个命盘，不同的位置它所代表的是我们人生的不同的部分。好，如果你的年柱是属猪的话，它代表的是我们的社交圈子、我们的朋友，还有我们所处的一个大的行业。那今年呢，你们就要更加谨慎的去消费啦，因为呢，这里有的凶星会更加容易被放大。你们呢看到很多外在的一些事情，或者呢一些新的事物你很有可能呢就会想花钱在那一边。那同时呢，你也会因为跟别人发生一些比较不好的互动，而导致破财的情况发生所以呢，在今年记得要非常谨慎的去消费，还有控制好你的金钱出入啦。那另外呢，如果你有遇到什么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先从你的社交圈子、你的朋友圈先去提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吗？大家有什么想法？因为呢，你们的朋友在今年很大可能呢是你的贵人啦，所以呢，你也是可以先问他们，你是否可以给到你什么帮助啦。那如果是月份属猪的话，代表的是我们一个人的工作还有事业。在今年呢，你手头上呢会有更多的资源为你所用啦。那当你是这样子的一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你可以如何更加妥善的去利用、去安排这些资源。需要的话也不要害怕去问你的老板或者同事呢，他们是否有什么经验，因为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经验或者能力呢去管理突然间增加的一些人力还有工作内容。所以呢，也不要害怕去问他们的意见，因为呢，你们也是有蛮不错的一个贵人心在这里记得要去启动它啦。那当然，第二点的话，我也会留意你们在工作上，如果是牵涉到成本的事情的话，也要多留意。不要呢随意浪费你手头上或者你公司里面的资源那3个凶星都代表的是一种浪费还有破财所以呢，它讲的是你工作会有破财的情况，所以呢，我们要多加的留意啦。如果你的时是属猪的话，那它代表的是你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还有跟你伴侣的一些感情问题那在今年呢，你可能会花更多钱在你自己或者你家庭身上。那这样子的花钱是好是坏呢，就非常见仁见智啦。
因为有些人呢会认为啊，我花钱跟我的家人可能去旅行啊，带他们去吃好的啊，这些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费活动，因为它创造了更多我跟家人的美好回忆啊，所以呢，他都认为这些钱呢是出得值得的。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就会觉得啊，我之前呢都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事情，那你突然间要我出这么多钱啊，在他们身上的话，会感觉非常的不习惯，或者呢不喜欢。那我会说啊，何不啊从今年开始呢，去让自己习惯这样子一种感觉啊？因为啊，有时候你可以为你的家人啊付出一些的话，我认为呢是一个蛮有福报的事情啦。那不要忘记，你们今年有那个月德，代表的是你们有福报，对吧？所以呢，你去散播或者去传播更多你的这种福报啊，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啦。那如果你说啊，我没有什么家庭，我也没有要花钱在其他人身上的话，那其实呢，你是可以把钱啊，或者时间还有精力呢，用在自己身上。那今年的这些吉星呢，也代表的是你本身个人的一种价值啊，也是得到提升，对吧？所以呢，你也是可以花更多的金钱还有时间啊，去让自己学习一个新的技能，尤其是那一些可以为你带来收入的一些技能啊，会非常的好啦。那如果是10啊，是属猪的话，它代表的是一个人啊内心深处的想法，或者呢下属、孩子，还有你手头上所拥有的资产啊。那今年呢，你是非常的适合啊去开拓更多元的一个收入啦。你有的一些想法或者之前的一些灵感呢，在今年呢都会变得比较有价值，所以呢，我会认为啊蛮值得你去把它实践出来，去真实的把它落实出来啦。那至于员工和孩子呢，你们呢就需要去投入更多的资源。那资源呢，可能是金钱、时间，你也可以给他们培训，上一些教育课程，让他们成为啊更有价值或者可以给到你帮助的一群人啦。那孩子的话，我认为呢，就是你可能要投入更多的金钱啊，还有你的时间呢，去陪伴他们，跟他们一起去参与一些课程，一起成长，一起学习，然后共同的成长。那至于资产的话，有这个明堂啊，它代表的是你的资产呢，很有可能会被别人看到，然后呢，认为你手头上的这个资产啊，更加的值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考虑的，你是否要出售，或者呢，继续的拿在自己手上了。这个呢，我就交给你们自己去决定。好，那以上呢就是属猪的在这个2026年的运势啦。如果你们喜欢的话，记得点赞、留言，还有分享给你们属猪的朋友、家人啊。那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我先预祝各位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一切顺利。那我们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我们下一个视频见，拜拜。